第18章，太平洋下4000里。第二天早上，也就是11月18日，我从昨天的疲劳中完全恢复过来，来到甲板上。这时，鹦鹉螺号的二副正在说他那句常说的话。我当时就想，他那句话大概是说海上的情况，或者也许是什么也看不见。果然，大洋上一片空旷，连一只帆船的影子也没有。克雷斯波岛的高地在夜间已经消失了，海水吸收了光谱中除蓝色光线外的所有颜色，并向四面八方反射，呈现出一种奇妙的靛蓝色。波浪上，一道道彩虹般的光带和谐地铺展开来。我正欣赏着这壮丽的景象，尼摩船长出现了。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开始进行一系列天文观测。观测完毕后，他走到探照灯的灯罩旁，倚着栏杆眺望海面。与此同时，大约20名鹦鹉螺号的船员也上了甲板，他们个个身强体壮。他们刚把前一天晚上放下去的拖网收上来。这些船员显然来自不同国家，但都带有欧洲人的特征。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爱尔兰人、法国人、一些斯拉夫人，还有一个希腊人或克里特人。此外，他们都沉默寡言，彼此之间只用一种我连起源都猜不透的奇怪语言交谈，因此我只好放弃向他们提问。渔网被拖上了船，那是一些拖网，类似于诺曼底海岸常见的那种，是巨大的网带。用一根浮杆和一条细在下部网眼上的链条使其保持张开。这些网就这样被铁质手套拖曳着，扫过海底，将沿途所有的生物都收入囊中。那天，他们捕获了这片鱼类丰富的海域中一些奇特的品种。琵琶鱼，它们滑稽的动作使它们获得了丑角的称号。长着触角的康莫森氏单鱼，波浪形、香。有红色条纹的鳞豚、河豚，其毒性十分剧烈；一些橄榄色的七鳃鳗，覆盖着银色鳞片的尖吻鱼；电鳗，其电力与电鳗和电鳐相当；身上有深色横纹的带鳞背鳍鱼；绿色的鳕鱼；各种各样的虾虎鱼等等。最后还有一些体型较大的鱼，一条头部突出的深鱼，长1米。美丽的青鱼，像一些点缀着蓝色和银色的尖鱼，还有3条体型巨大的金枪鱼，它们的速度也没能使它们逃脱渔网。我估计那里有不少于900磅的鱼，这是一次丰收，但并不奇怪，因为渔网在水下拖曳了好几个小时，把整个水下世界都关进了网里。因此，我们不愁没有优质的食物。鹦鹉螺号的速度和它电灯的吸引力可以不断地补充这些食物。各种海产品立即通过舱口运到储藏室，一些供新鲜食用，另一些则腌制保存。捕鱼结束，空气也换了新的。我以为鹦鹉螺号要继续它的水下航行了，正准备回我的房间去。这时尼摩船长转过身来，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：“教授，您看看这片海洋，它难道没有真正的生命吗？它难道没有喜怒哀乐吗？昨天它像我们一样睡着了，现在您看，经过一个平静的夜晚，它醒来了。没有早安，也没有午安，就好像这个古怪的人在继续我们之前已经开始的谈话。您看。”他如何在阳光的爱抚下苏醒？他将开始他白天的生活。他继续说道：“研究他身体的节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他有脉搏，有动脉，有痉挛。我同意那位博学的马修·莫里的观点。他发现海洋的循环就像动物的血液循环一样真实。”很明显，尼摩船长并不期望我回答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说那些显然、毫无疑问和您说的对之类的话。他自言自语，每句话之间
都有很长的停顿，这是一种大声的思考。是可知的。他说，海洋确实拥有真正的循环。为了引发这种循环，万物的创造者只需要在其中增加热量、盐分和微生物就够了。热量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密度，从而导致顺流和逆流。蒸发在极地地区几乎为零，而在赤道地区则非常活跃，这导致了热带和极地水域之间的持续交换。此外，我还观察到这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洋流，它们构成了海洋真正的呼吸。我看到海水表层的热分子沉到深处，在-2°时达到最大密度，然后再次冷却，变得更轻，重新上升。在2集，您将看到这种现象的后果，并且您将理解为什么。根据这条具有远见的自然法则，结冰只能发生在海面上。船长说完这句话时，我心里想，北极，难道这个胆大包天的人打算把我们带到那里去？但船长沉默了，凝视着他曾如此详尽和不懈研究过的这片海洋，然后他继续说道：教授，海水中的盐分含量相当可观。如果您把海水中溶解的所有盐分收集起来，您会得到一个体积达450万立方海里的巨大体块。如果把它铺在地球表面，将形成一层10多米厚的盐层。而且，请不要认为这些盐分的存在仅仅是大自然的随意安排。不，先生，这些盐分使海水不易蒸发，并阻止风从海水中带走过多的水蒸气。这些水蒸气一旦凝结，就会淹没温带地区。这是多么重要的功能，多么重要的平衡器，维持着地球的整体平衡。尼摩船长停了下来，站起身，在甲板上走了几步，然后又回到我身边。至于那些纤毛虫，他继续说道，那些一滴水中就有数百万个的微小生物，80万个才有1克重，它们的功能同样重要。它们吸收海水中的盐分，吸收水中的固体元素。它们是石灰岩大陆的真正创造者。它们制造珊瑚和珊瑚礁。然后，这滴水失去了它的矿物质养分，变轻了，上升到水面，在那里它吸收蒸发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盐分，变得更重，再次下降，并把新的元素带给那些微小生物去吸收。因此，就有了双重的上升和下降的洋流，持续的运动，生命的流动。生命比大陆上更强烈、更繁茂、更无限，遍布海洋的每一个角落。对于人类来说是致命的元素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，但对于无数动物以及对于我来说，却是至关重要的元素。尼摩船长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焕发了光彩，在我心中引起了非同寻常的激动。因此，他补充说，这里才是真正的生存。我想象着建立水上城市，建立像鹦鹉螺号一样的水下住宅群，每天早上浮出水面呼吸，自由的城市，独立的城市。即便如此，谁知道会不会有暴君？尼摩船长用一个猛烈的姿势结束了他的话，然后他直接转向我，仿佛要摆脱一个不祥的念头，说道：阿隆纳斯先生，您知道海洋的深度吗？至少，我知道主要的探测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您能告诉我一些吗？以便我在必要时进行核对。这里有一些我记得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北大西洋的平均深度是8200米，地中海是2500米，南大西洋靠近35度的地方进行的探测结果最为显著，分别为12000米、14091米和15149米。总之，据估计，如果海底是平坦的，那么它的平均深度约为7公里。很好，教授，尼摩船长回答说，我希望能向您展示更好的结果。
至于太平洋这一部分的平均深度，我告诉您，它只有4000米。说完，尼摩船长走向舱口，消失在楼梯里。我跟着他来到大客厅，螺旋桨迅速转动起来，计程仪显示速度为每小时20海里。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，尼摩船长很少露面，我只是偶尔见到他。他的2副定期测定船位，我在海图上找到了标记，这使我可以准确地追踪鹦鹉螺号的航线。孔塞伊和内德兰德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在一起。孔塞伊已经把我们那次奇妙远足的经历告诉了他的朋友。加拿大人很遗憾没有和我们一起去，但我希望还有机会再次参观海洋森林。几乎每天，大客厅的舷窗都会打开几个小时，我们的眼睛不知疲倦地探索着水下世界的奥秘。鹦鹉螺号大致朝东南方向航行，保持在100到150米的深度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不知出于什么突发奇想，它利用倾斜的翼板斜向前行，到达了水深2000米的水层，温度计显示水温为4.25摄氏度。在这个深度，这似乎是所有纬度的共同温度。11月26日凌晨3点，鹦鹉螺号在西经172度穿过了北回归线。27日，它经过了三明治群岛，著名的库克船长于1779年2月14日在那里遇难。那时，我们已经从出发点航行了4860里格。早上，我来到甲板时，看见下风处2英里外夏威夷的海岸，那是组成该群岛的7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。我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耕地边缘，与海岸平行的几条山脉，以及高出海平面5000米的茂纳凯阿火山。在这些地方捕获的其他标本中，渔网捕到了一些孔雀鳝珊瑚，这是一种形状优美的扁平水螅，是这片海域的特有品种。鹦鹉螺号继续向东南方向航行。12月1日，它在西经142度穿过赤道。同月4日，经过一次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注意事件的快速航行后，我们望见了马尔克萨斯群岛。在南纬8度57分，西经139度32分，我看见了努库西瓦岛的马丁角，这是法国所属的这个群岛中的主要岛屿。我只看到了地平线上显现出的森林覆盖的山脉，因为尼摩船长不喜欢靠近海岸航行。在那里，渔网捕获了美丽的鱼类标本，鳍呈蓝色，尾巴呈金色的海豚鱼，其肉质无与伦比，几乎没有鳞片，但味道鲜美的裸胸鳝，和骨呈骨质的河鳟鱼，与煎鱼一样美味的湖煎，所有这些都足以在鹦鹉螺号的餐桌上享用。在离开这些受法国国旗保护的美丽岛屿后，从12月4日到11日，鹦鹉螺号航行了大约2000英里。这次航行的特点是遇到了一大群鱿鱼，这是一种与乌贼非常相似的奇特软体动物。法国渔民称它们为 incornets， 它们属于头足纲、双鳃亚纲，其中还包括乌贼和船烧。这些动物在古代博物学家那里得到了特别的研究，并为广场上的演说家提供了许多隐喻，也为富裕市民的餐桌提供了美味佳肴，正如加林之前的希腊医生雅典纽斯所说的那样。在12月9日至10日的夜间，鹦鹉螺号遇到了这支特别活跃的软体动物大军，它们的数量可能达到数百万。它们从温带地区迁徙到更温暖的地区，沿着飞鱼和沙丁鱼的迁徙路线行进。透过厚厚的玻璃窗，我们看到它们以极快的速度倒退游动，利用它们的喷水管移动，追逐鱼类和软体动物，吞食小鱼，也被大鱼吞食。它们那 Prakriti 赋予头部的10只脚，像气动蛇发一样，在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中挥舞着。尽管速度很快，鹦鹉螺号还是在这些动物群中航行了几个小时，
他的渔网捕获了无数的鱿鱼，我从中认出了奥比尼为太平洋分类的9个物种。正如所见，在航行过程中，大海不断地展现出它最奇妙的景象，千变万化，变换着布景和场面，以愉悦我们的眼睛。我们不仅要观看造物主在水中的作品，还要探索海洋最可怕的奥秘。12月11日，我正在大客厅里看书，内德兰德和孔塞伊正透过半开的舷窗观察着发光的海水。鹦鹉螺号静止不动，由于储水舱已满，它停留在水下1000米的深度，这是海洋中生物稀少的区域，只有大型鱼类偶尔出现。当时，我正在阅读让马赛的一本有趣的书《长卫的仆人》，津津有味地品味着书中巧妙的教诲。这时，孔塞伊打断了我的阅读。先生能过来一下吗？他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对我说。怎么了，孔塞伊？先生请看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玻璃窗前，向外望去。在电光的照耀下，一个巨大的黑色的物体静静地悬浮在水中。我仔细地观察着它，试图辨认出这个巨大的鲸类动物的性质。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。一艘船，我惊呼道。是的，加拿大人回答说，一艘沉船。内德兰德没有错，我们面前是一艘船，它被砍断的帆索仍然挂在链条上，船体似乎状况良好，因此它的沉没时间一定只有几个小时。3段桅杆在离甲板2英尺高的地方被砍断，表明这艘船一定是为了自救而砍掉了桅杆，但是船身向一侧倾斜，已经进水，并且仍然向左舷倾覆。这幅沉入水下的残骸景象令人悲伤，但更令人悲伤的是甲板上的景象，那里躺着一些用绳子绑着的尸体。我数了4个男人，其中1个站在舵轮旁，还有1个女人，半个身子在后甲板棚外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。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。在鹦鹉螺号的灯光照射下，我可以看到她那尚未被海水腐蚀的脸庞。在最后的挣扎中，她把她的孩子举过头顶。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手臂紧紧地搂着他母亲的脖子。4个水手的姿势让我感到恐惧，他们扭曲着身体，做着最后的努力，想挣脱绑在船上的绳索。只有舵手更加平静，面容严肃而清晰，灰色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手紧紧地握着舵轮，似乎正在驾驶着他那艘沉没的船，只在海洋深处航行。多么惨烈的景象啊！我们默默无语，心跳加速，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海难，它仿佛被定格在最后的瞬间。我们已经看到巨大的鲨鱼正在逼近，它们眼中闪着凶光，被人肉的气味吸引而来。鹦鹉螺号绕着沉船转了一圈，我匆匆地读到它船尾的牌子上写着：佛罗里达号桑德兰传奇。